今天做了黑糖巧克力雪山吐司，这个吐司真的太好吃了，黑糖浓郁的焦糖味儿和巧克力的醇厚苦味相得益彰，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口感体验。先来做一个中种面团，小碗里加入水和全蛋液，再加入干酵母，给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。一定要把酵母给搅拌融化，然后再加入面粉，因为把酵母搅化了以后，它能发得快一点，它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。给它揉成团，放在室温下发酵，差不多要发1个半小时左右。如果你不着急的话，就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隔夜发酵。发到2到3倍大，它里边有丰富的蜂窝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发好了，就可以揉面了。然后再把中种和煮面团的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揉。如果你有老面的话就加，没有老面就不加。我是刚好冰箱里剩了点老面，我就给加进去了。加了老面能促进它发酵，它也能膨胀得更高。但是你没有呢，也不影响这个吐司好吃，所以不用纠结老面的这个问题。我的是乔力厨师机，先用3档揉2分钟，然后再转5档揉8到10分钟，基本上它就可以揉到厚膜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黄油了，这样的能拉出膜，但是破洞都是锯齿，这样就可以加软化的黄油了。加了黄油也是先用3档揉3分钟，然后再转5档揉。核桃要用熟核桃，给它切碎，然后要过一遍水，用水冲一遍。这样这个核桃就不会太干，它就不会吸收面团里的水分了。把水沥一下就行了。最后就揉到破洞没有锯齿的膜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胶有点没对好，让你们看到我粗糙的老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是这样应该也能看清吧。揉好的面温要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，然后加入核桃，用低速先揉1分钟，再转高速揉半分钟就可以了。盖好，室温松弛30分钟。这个时候再来做一个中间夹心的巧克力酱，把淡奶油煮沸，然后倒在巧克力里拌匀。现在是夏天，温度高，热奶油倒在巧克力里很好就融化了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没有融化就给它再隔水加热一下，然后就放到冰箱里让它赶快晾凉。面团松弛好以后就给它擀开。这个面包如果你用隔夜冷藏法做的话，非常省时间。前一晚做中种法，第2天揉面松弛半小时，然后就可以整形了。擀开以后翻面，把底边压薄一点，把巧克力酱全部抹上来，然后卷起来。卷完以后给它压扁，方便待会儿切。放到冰箱里去冷冻10分钟，因为现在这里边的酱还比较软，如果不冷冻的话，切完以后那个酱都流出来了。拿出来以后可以再稍微擀一擀。然后用刀给它切成4条，跟做那个黄油的千层吐司一样。切完以后把切面给它冲下，再稍微按扁一点，要不然太厚了不好卷。那如果你想这个吐司黑糖的香味能更明显一点的话，那就再撒一层黑糖。如果你那个巧克力太甜的话，就不要撒了。然后就给它从上到下再卷起来就行了。放到吐司盒里，给它放在不超过38度的环境里发酵，发到9分满，然后表面撒一点核桃碎。
放到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上火150，下火我是用了205度烤30分钟。表面有轻微上色了以后，要盖锡纸或者把上火温度调到最低。看我这个吐司长得还挺高的吧？就为了让它能长得高一点，但是又不让它长咧巴了，我也调试了好几次配方。现在这个发出来的这个配方，我觉得还挺完美的，就是它可以长得比较高，但是它侧面还不会断裂。这个第一版呢，就是长得不高。第二版就是长得太高了，然后侧面都断裂了，影响美观。现在这个就是个头啊，外观上都比较合适。秘诀就是蛋量的把控，这个吐司蛋的量比较多，因为黑糖和可可粉都会影响发酵，那它就不会长太高，所以蛋的量多一点，它能长得高一点。这个吐司如果你不用黑糖的话，那蛋量就要减少，要不然它就会长咧巴了。等它不烫手了，表面筛一层糖粉。然后就可以开吃啦，面包特别的松软，巧克力和黑糖的味道特别的香浓，还能吃到酥脆的核桃，口感真的非常丰富。